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le。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你未来会出现的人生转机，你当下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和改变，未来会得到怎样的机会。那在我们面前呢，从左到右有4组牌，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第4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那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大家可以在选牌的过程中，在弹幕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我可以看到第一张神谕卡 Standing Firm， 也就是说现在的你们可能会有一点怀疑自己，甚至有一点否定自己在过去所做出的某个选择，或者说所走过的路。但是你们未来的人生转折点就来自于你们过往梦想和信仰的一种坚持。等你们自身的积累到达一定阶段的时候，自然会看到宇宙给你们的回馈。而第二张牌呢是 Planting Seeds， 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在给未来人生的转折和成功打下一个基础。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在为未来种下一颗种子。我们要变成一个长期主义者，站在更高的格局去看待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不要太过计较眼前的得失。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对我们自身成长的一种邀请，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始终保持或者说关注自我的成长，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不断的雕刻自我，这是我们毕生的使命。而第3张牌呢是 Igniting Courage，你们现在可能说在自己的梦想面前有一些自卑啊，你们会觉得以前或者说你们现在的能力无法达到你们未来所期望的那个高度。但是只要你们现在真诚的做出努力，全然的融入当下，认同当下的自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身会渐渐的被这种勇气所填满，我们会变成一个勇士，而这种勇气也会让我们追寻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说这张牌让我想到了王小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只愿蓬勃的生活在此时此刻，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选择生活和爱情的勇气就是我们这组牌的主题。而第4张牌呢是 Trusting Your Intuition，你们现在的直觉可能会告诉你们一些你们还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没有到达那个大彻大悟的阶段。你们要记住，灵魂的选择和声音是要高于你们的理智的。一旦它出现，你们就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你们的灵魂，你们的内在给出的指引一定是最高的选择。那我们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这张星币10代表的是你们最终会达到一种圆满的人生物质上的极大的富足，稳定的社会关系，家庭圆满。所以说这张星币代表的是一种富足，是自我在当下环境当中不断的努力奋斗所自然而然的结出的一些果实。而第2张牌呢，宝剑10的逆位，可能说你们近期因为某种压力让自己处在了一个快崩溃的边缘，但是呢，这张宝剑10可以看到插在你们身上的这10把宝剑可能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可能就是一点点生活的琐事，但是因为你们已经咬着牙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了，所以说一点点小事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让你们崩溃大哭。但是逆位的宝剑它也有脱离困境的某种含义在里边，所以说通过这组牌的指引和带来的某种疗愈的能量，能够帮助你们尽快的脱离目前情绪上的泥潭和困境。而第3张牌呢，是你们在接下来无论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都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你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示自我，而且在展示自我的过程当中，你们会收获到一些预期之外的机会，或者说惊喜，甚至是桃花。不要害怕暴露自己，你们要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一种自我展示的过程，它会让你们和这个世界上建立一种更深刻的联系。而第4张牌呢，权杖国王，它代表的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力量。你们内心想的就是你们要做的，而你们现在做的会更加坚定你们的想法。要记住，不要光想不做，也不要光做不想，思考和行动同样重要。同时在这张牌上，我看到了你们自身所具备的某种冒险精神，永不满足现状，
你们可能会在未来开创属于自己的某项事业。而接下来的这3张牌呢，也是天使神谕卡，大天使想要对你说的话。第一张牌就是大天使麦克对你说的 Remember who you are。 过去的你们可能有一些迷失自我，你们甚至忘记了应该怎么爱自己，因为之前的你们可能遭受了一些误解、质疑、打击，甚至是莫名的一些恶意。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是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们是自己的光，你们是宇宙的孩子，大天使会照看你们的每一步。而第2张牌是 Outdoors， 户外啊，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不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空间内，你们要多出去走一走，你们要多认识一些朋友，你们也要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建立联系。也许会带给你们一些烦恼，但是也会带给你们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机会。第3张牌是 Clear your space。你们现在需要清除自身内心当中的一些负面能量和执念，因为它会阻碍你们的前进。你们可以带着纯净的意图去祈祷，这种祈祷会净化你们的内心，而自我肯定与感恩也能够让你们净化自己的内心，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坚定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而这就是最好的你们，这就是闪闪发光的你们。愿我们都能活出最大的生命力。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首先呢，在第2组牌我看到第1张就是 Awakening Ancient Wisdom， 你们内在的某种关于前世的智慧和能量正在慢慢的一点点的觉醒，这会让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自己的方向，甚至属于自己的世界。而这种内在智慧的觉醒，也是你们即将迎来人生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而第2张牌呢是 Cultivating Prosperity， 你们现在正在一点点的建造关于未来的大厦一个富足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试着随手记录下生活里每一个美好温柔的时刻，它会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成为你的铠甲。而第3张牌呢是 Communicating Freely， 你们自身未来人生的发展，包括这个转折点的来临，都伴随着一种能力的提高，就是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提高。现在的你们在沟通方面可能依然会遇到很多的阻碍，你们自身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也有可能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遭遇到很多误解和质疑。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你们不去沟通的理由，因为沟通也可以消除一些隔阂，建立联系。你们会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认识到新的自我，也是建立与自我对话的一种契机。你们有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恐惧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而拒绝与自己沟通你们可能会把自己隐藏起来，你们会有一些逃避。现在的你们需要一点点勇气，去拿出一份真挚的态度，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你们会发现好像沟通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难。而第4张牌呢是 Healing the Past， 可能说现在阻碍你们前进的，或者说阻碍你们人生的转折点到来的，就是你们还没有从过去走出来。因为你们的人生的转折点会发生在当你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当中得到某种智慧和升华。当你们走出过去的时候，你们同时也就走进了未来，一个令人期待的、向往的美好的未来。而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第1张是权杖五权杖五，可能说大家第一眼看到这张牌带给你们的感觉是混乱，而且呢，可能说你们会感到一种恐惧因为你们会本能的回避一些不确定的事情。那么我在这张牌当中看到了机会，你们未来的人生向上的机会。因为人生最混乱的时刻也是机会最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事物的发展。你们要在混乱背后看到所蕴藏着的某种机会，而这种机会会给你们人生带来翻天覆地的转变。而第2张牌呢是宝剑3，你们向上的阻力来自于你们的过去，你们过去所受到的一些创伤。你们现在也许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留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有的时候太急着赶路，也会让我们忽略自身的情绪。情绪本身是身体的一个信号，尤其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其实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自己，是时候去关心一下自己了。你们现在需要更加认真的去对待自己身体出现的每一个信号，
不要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正视自己的负面情绪，它会让你们更快的从负面情绪当中恢复过来。而第3张牌呢是太阳牌的逆位。其实现在的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的放声大笑了，你们很怀念那个过去的自己。而这张宝剑9呢，代表的是你们可能近期会遭遇到的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自身过度的焦虑和浮躁所导致的。所以说在这组牌当中，我看到现在的你们可能很不开心。那么我觉得在这组牌当中呢，如果说你们想要收获到一个满意的未来，我们先要收获到一个满意的自己。无论在任何时刻，我们都需要拥有这种感受美好和幸福的能力。无论现在的我们处在一个多么艰难的环境下，我们都需要努力的去感受那些生活当中躲在角落里的琐碎的美好和欢愉。不如意的日子也要静下心来，看看书，散散步，即使一个人也要抽空逛花店，看看电影。只有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才能够让我们穿越黑暗，拥抱未来。而接下来呢，这3张天使神谕卡，第1张牌是 Clear Sensations。大天使拉圭尔告诉你要注意自己内心当中的情绪和信号，这些感觉是来自于你灵魂的声音和语言，它会告诉你你未来的人生方向和机会会出现在哪里。而第2张牌呢 You are safe， 大天使麦克告诉你你现在是安全的，因为天使正在照看你的每一步，天使正在庇护着你，保佑着你，他们是你灵魂上的避风港。而第3张牌呢是 Counselor。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你们渴望别人拯救你们、疗愈你们，但是其实你们自身很擅长于拯救别人和疗愈别人。你们身边的好朋友都很信任和依赖你，他们会把他们的秘密毫无保留地告诉你，而且你们总是能够在好朋友最困难的时刻成为他们心中的一束光。所以你们不仅仅是自己的英雄啊，你们也是别人的英雄。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能力帮助和疗愈很多人，你们也帮助了，或者说已经疗愈到了很多人啊。你们所做的事情在未来都会变成某种福报，在未来得到宇宙的回馈，在未来人生道路的尽头上有宇宙放置给你们的某个礼物，这个礼物会让你们开启一个新的人生，它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所以说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同时也要将自身的这种美好和感恩释放出来，继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你们的这种分享、善于分享、乐于帮助的力量，未来会变成某种意想不到的惊喜，重新回到你们身边。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只不过你分享出去的这种爱与感恩，在未来的某个瞬间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到你的身边。好，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在第3组牌我们看到这4张神谕卡，第1张就是 Being in the Flow， 在一种流动当中得到的机会啊，这种流动它代表的含义有很多，可能是你们内心当中全然专注在某件事情上所获得的一种能量，或者说你们自身在工作和学业的流动当中，不断的进入到新的环境，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的过程当中得到的新的人生的机会。所以说不要害怕改变，也不要害怕流动，你们能够享受这种改变，拥抱这种改变的时候，就证明你们的人生正在被你们自己的意志所缓慢的向上推动。那这张牌也告诉我们，当你们想要做成一件事情之前，你们一定要达到这种身心灵统一的状态。如果你的身体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的精神是抗拒的，而你的灵魂制造的某种感受又会将你推向歧途，这样是不可能达到你的目标的。而第2张牌呢 Expecting Miracles， 这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奇迹，发生在你们身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它会让你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大天使在一直的庇佑着你们，保护着你们。而这种人生当中美好的时刻呢，会在不经意间来到你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说的这种 miracles 奇迹，它是你内心当中所一直期盼的某个结果。之前的你们可能已经甚至放弃了对于某个机会的期待，
但是结果可能会在未来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所以说不要放弃，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们内心当中所想的事情啊，因为只要放弃一次，就会滋生放弃的习惯，它会让我们原本可以解决的事情也变得无法解决。而第3张牌呢是 sharing of yourself， 向这个世界分享你们自己，展示你们自己，并且分享可以让你们自身的内在变得富足。当你分享爱与感恩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的爱，更多的感恩，因为积极的能量它会自我繁殖，你只需要在心灵当中提供让它繁殖的土壤，而分享就是把你自身内心当中所收获到的这些果实分享出去，它会让你得到更多的种子，然后收获更多的爱与感恩。而第4张牌呢 Starting fresh， 在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或者说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开始可能会很微不足道，很不起眼，但是一切伟大的结果都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人生的进展也是先慢后快，厚积薄发。在漫长而美好的一生当中，如果你真正的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何时你决定再次开始都不算晚。所以说不要犹豫，也不要瞻前顾后，当你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果断的去做。而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张星币女皇，那么其实这张牌让我想到了作家林清玄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默默的开花，以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使身处在低谷当中，我们也要努力的开出花来。所以说这颗星币就是你们因为自己不懈的努力而结出的果实，现在你们已经学会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慢慢的靠近。当你们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当中，那你们的精神就会从琐碎的生活当中得到升华。而这张星币8的逆位呢，其实代表的是你们现在会有一种原地踏步的感觉，就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8颗星币是你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你们自身所积累的这种能量运势，在未来有一天它会爆发。而我看到未来这种向上突破的时机就会出现在不远处，因为我看到了这张权杖啊，它就代表的是一个向上的人生的机会即将来临。其实权杖它也可以代表的是某种焕发的热情和激情，权杖也代表的是一种重新夺回力量的勇气。那你们现在感受到的这种无力感呢，其实是来源于你们一直以来都是被环境所推着走的，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依靠自己内心的力量做出选择。其实这张权杖牌就是让我们保持对于自身的一种觉察，在适当的时候去拿回自己的力量，选择自己的人生。所以说权杖代表的这个机会，它既可以是一个外在的机会，也可以是我们内在觉醒的一个时刻。而权杖呢，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可能代表的是我们外部出现了一个新的机会，或者说我们的内在的某个时刻突然觉醒的智慧，都会让我们突破现有的这种重复和循环。而第4张宝剑呢，代表的是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可能说你们近期的话会有一种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而且近期你们要注意，不要让你们内心当中这种深处的情绪和执念阻碍你们身体内的能量的流动。你们会发现，可能说近期你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太顺利，本质上还是因为你们的得失心太重，有很强的执念，这都会阻碍你们未来的运势。而我们自身的运势其实本质上也是我们当下状态在未来的显化。最重要的是，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封闭在环境当中，而要积极的走入到人群当中去，因为我们存在的意义是由我们和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的联系所产生的。而接下来的这3张天使神谕卡呢，大天使给你的指引啊，第1张牌就是 Clear Cognizance， 大天使乌列尔对你说的，你们要尤其注意自己内心当中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和主意，也许就是这个某个不经意的想法能够改变你们的人生。因为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些巨变，并不是我们当下能够意识到的，而是我们在经历过这段人生旅程之后，回头再看，我们会发现那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无比平常的一天，但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而你们内心当中一闪而过的这种意图和念头，可能就会不经意间改变你们的人生。而第2张牌呢是 Brilliant Idea， 它是你们内心当中一直所想的某件事情，但是迟迟的
你们一直迟迟没有实践和行动起来，接下来你们可以尝试着去实践，或者说实现显化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那安迪霍沃尔他曾经说过，人们总说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但是呢，这些改变，但是必须由你亲自去做出那些改变。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要尝试着去改变，去创造，并且去改善我们自身这种因为懒惰和拖延导致的小毛病。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尝试着去改变，去创造，去全然的融入当下，并且自身的这种懒惰和拖延的小毛病也会在我们行动和实践的过程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去真正的行动起来，去用双手创造自己的未来。而第3张牌呢是 Gifts from God， 来自于大天使的礼物。如果你们自身有很强的灵性智慧的话，你们会有一种预感，对于未来一种忐忑不安的预感，你们会预感到改变即将发生，而那个礼物，就是大天使给你们的这个礼物，它会来自于一个明亮的未来。对待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最终我们都会失去它，所以说不要害怕改变，要拥抱这种改变。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我们看到第4组牌牌面当中呈现的信息呢，如果你们想要拥抱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你们需要拥抱一个更好的自己。你们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更加尊重自己内心当中的感受和需求，而不是被外界的一些噪音所干扰。接下来你们要慢慢的学会在失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新的生活，重新建立起对这个世界积极的信念。而你们在保持远视的过程当中，就会不断有新的选择，不断的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终其一生就是为了摆脱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按照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到这2张牌啊，Listening with your heart and hearing messages from spirit。倾听你的内心，尊重你内心的声音，接受你灵魂发来的消息啊。这两张牌说明你们的内心当中一直都有着某种微弱的声音，有时候你们会过于急躁，或者说想要快速的达到自己的目标，而忽略了你们内心当中那个微弱的指引告诉你们的消息，或者说提醒你们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没有达到你们的预期，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们没有选择适合你们的策略和方法。现在你们要重新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认真的和自己来一场对话。它会告诉你们，你们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尤其是当你们感到生活没有希望，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而第4张牌呢是 Cherishing Self。现在的你们不仅要倾听自己的内心，还要学会爱自己，更加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当你坚定自我，不再迎合任何人的时候，你才会迎来最迷人的时刻，你才会迎来最迷人的自己。而且你要告诉自己，你不愿仅仅活着，你要自己决定选择什么，捍卫什么，守护什么。所以说我看到你们一直在进行着与自己的战争，你们对自己感到不满，不断的否认和压抑自己。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学着慢慢的认同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慢慢的成为自己的骄傲，成为自己的光，照亮你们未来的路。而接下来的这4张塔罗牌，首先皇帝牌代表的是你们未来人生的转折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们将来会遇到的这个贵人，他会在你们的人生当中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他会坚定你们现在的方向，他也会开启人生当中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而第2张牌呢，宝剑侍卫啊，那宝剑侍卫在我们这组占卜当中代表的是一种守护你们的梦想，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不断的遭到别人的质疑、误解，甚至是恶意的打压。当有人不怀好意的接近你们，试图打压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学着保护自己，捍卫自己的梦想。所以说在宝剑侍卫这张牌面上，我看到了一种勇气、果断、敢想敢干、敢爱敢恨的快意人生。那么第3张牌呢是权杖6。权杖6
代表的是经过了重重的挑战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最终达到自己目标的一种胜利、自信满满的状态。这是你们在经历了未来事业和学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后，向上突破的最佳的时机。而你们接下来要做出的这个选择，就会决定你们的命运，决定未来的人生轨迹，只不过你们在当下无法意识到。而当你们回头再来看自己当初做出的那个选择，度过的那个沉闷和平凡的一天，其实是你们命运的巨变。而第4张牌呢，星币，代表的是一种愿望显化的能量，代表的是意志会显化为物质，而这种物质尤其对应的是金钱上的能量。那么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们，你们自身渴望拥有财富的这种愿望在未来会得到显化，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继续保持对于财富的渴望，因为财富和金钱这种富足的物质能够带给你们更多的选择和自由。而接下来的这3张天使神谕卡，第1张牌大天使拉斐尔对你说的 Healthy Lifestyle，你们现在需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习惯，维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而这也是一种自爱的表现形式。第2张牌呢是 Moon Cycles， 运势。你们的运势就像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它是会变化的，是会摆动的，就像天道一样，不足的地方带来的缺陷会被弥补，但是过于圆满也会开始亏损。你自身的能量现在处在一个低谷期当中，这个时候你们要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些减法，去摆脱掉一些多余的负担给你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放下心中的执念，轻装上阵。而未来的运势就是你们自身状态在未来的显化。你们现在能够轻装上阵，用一种轻松自如的态度去迎接未来，而这种轻盈的能量会让你们的运势自然会让你们的运势发生改变。而最后的一张牌 Career Transition， 你们在学业或者说事业上可能接下来会迎接到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可能说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或者说迎来一个比较重大的挑战。但是不要害怕这种改变，因为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6代表的是你们会顺利的度过这次挑战，并且迎来一个比你们预想当中还要更好的结果。那么视频的最后，请你们依然相信你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